要你喊一声爸爸，爸爸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爸爸，哎，爸爸，哎！时光荏苒，转眼间已进入7月中旬，火热的暑期档也悄然过去1/4。纵观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真正能担得起大片名号的作品却寥寥无几。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看电影的小蛙。传说票房不如预期，抓娃娃口碑直线上升，同为续作却表现大不相同。其中缘由进本期视频中。暑期档一直都是电影的必争之地，和春节档短期高爆发相比，暑期档则是都是细水长流、百花齐放的模式。回顾去年的暑期档，孤注一掷，票房35.25亿成为冠军，消失的她35.23亿位列第二。封神第一部票房24.81亿，八角笼中也有22.04亿。国产动画长安3万里17.98亿，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暑期档就冷淡了很多。7月3号上映，王传君、张钧甯主演的《默杀》凭借口碑给这个档期热了一下场子，但预测票房也仅只有15.7亿。成龙主演的《传说》票房预测1亿都没有。本来以为这个暑期档会一直这样冷冷淡淡，直到7月13号点映，沈腾、马丽主演的《抓娃娃》点映3天，票房就已经接近5亿。上映首日排名占比高达 39.8%， 票房占比更是高达 72%， 直接吸干电影市场。票房预测37、17亿是其他电影的总和，成为今年暑期档名副其实的冠军。如果说2023年说百花齐放，那今年就是抓娃娃的一枝独秀。同时，这部剧也让马丽成为了中国影史首位突破200亿票房的女演员。依照定档时间上映，本该成为电影行业不成文的行规，大家都守规矩，为自己赢得市场，也给其他影片活路，共襄盛举。百花齐放，这方面好莱坞其实做出了很好的榜样。8大片商出品的大片，甚至会提前2-3年宣布档期。就提档仪式，有些电影人士开始批评抓娃娃不讲武德。关注这部电影的人都很清楚，抓娃娃原定7月18日上映，结果7月初提档7月16日上映。西红柿影业和开心麻花联袂出品，沈腾和马丽主演的招牌喜剧，决定了抓娃娃只要上映就会出现谁与争锋的场面。传说这部电影可以说首当其冲。这部电影成龙、张艺兴主演的大制作，投资不菲，拥有大量特效镜头和 AI 技术。虽然受口碑和宣发影响，只有10%几的排片，但本来还有一线生机。可抓娃娃一来，排片占比直接被挤压至 4.5%， 目前预测总票房已经低于1亿，片方面临巨亏。其实传说的片方原本是做了详细考量的，自知前有默杀后有抓娃娃，抓娃娃提档2天，传说也跟着提档2天，但没想到抓娃娃还有后手，又提前4天上映，至此只留给传说3天的机会，被打个措手不及，神仙难救。传说作为神话的姊妹篇推出，抓娃娃也是导演闫飞、彭大魔继《夏洛特烦恼》和《西红柿首富》后的又一力作。不管是传说还是抓娃娃，在先前的电影表现中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了深厚的粉丝基础。但同样作为续作，传说一上映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抓娃娃却在点映中就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二者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呢？传说这部电影由唐季礼自编自导，由成龙、古力娜扎、张艺兴等人领衔主演。此前，影片点映1周仅获得3000多万票房，猫眼专业版预测的内地总票房也只是1亿出头。相较于其网传3亿的制作成本，这部被寄予厚望的大片显然没有在暑期档得到预期的效果。上映于2005年的《神话》在当年中国电影总票房20亿中拿下1.2亿，耳熟能详的主题曲旋律和电影画面交织在一起，总能勾连起观众心中的情感和记忆。想起那个关于永恒的故事，对神话这个积累了一定知名度的 IP 进行续写，是被认为具有一定票房基础的，这大概也是制作方最开始自信的原因。而2005年的穿越姑且算是创新，2024年这样古今奇缘的故事如何再吸引观众走进影院？显然，电影在这方面做的功夫是不够的。结构设计上，19年前的神话是重回秦代，到了传说，设定就是重回西汉，都是绚丽宏大的场面中，用时空交错的双线叙事讲述一个穿越千年的故事。现代主线为成龙饰演的考古学家房教授带领着研究助手王静和欣然探究一枚汉代17匈奴玉佩的来龙去脉。古代线索里，成龙和张艺兴饰演的2位将军赵战和华俊跟随霍去病将军抗击匈奴，与杀父杀弟夺取王位的呼独那作战对抗，并与娜扎饰演的公主产生情感纠葛。角色的设置满足了时空的互文，搭建起了要素齐全的神话外壳。但相较于神话双线叙事中所营造的似梦非梦、神秘隽永的氛围，传说的古今穿插则更显生硬。古代叙事和现代场景的交叉剪辑与失衡的比例，让观众觉得好像看了一部电纪录片。在具体情节中，人物动机的单薄和场景的刻意，让本片的剧情点全走在观众可预料的方向上。英雄救美、三角恋、中毒的2人和仅有1瓶的解药，这套公式化的情节逻辑内化于整部影片，使得叙事尽显陈旧和单一。如果说真有什么创新，那可能在于电影前期宣传要点在仍然还原27岁的成龙上。本以为能引发观众对技术的震撼和情感的共鸣，但这占据70%戏份的数字分身，不仅没能成为点睛之笔，反而表现非常粗糙。
远近景切换时，脸庞的模糊感很明显；情感波动时，无神的眼神也让人看了一头雾水。电影的续拍并不少见，我们熟知的《战狼》系列、《流浪地球》系列以及《警察故事》系列等都曾轮番上场，并获得不错的票房反馈。这些续写要么是扩展了故事情节的内在性，要么是基于情节的结尾进行延续，又或是某种设定上的关联。但不论什么形式，IP 的延续可从来不是票房万金油。原作所承载的大众情感共鸣和话题关注度是续拍的前提，观众的期待和关注则意味着后续电影必须努力做到创新和超越。传说中设定的相似和金曲的改写只是有了神话的外壳，而老套的情节逻辑和 AI 换脸的技术表现不仅没有延续神话的内里，连好好讲一个故事也没有做到。近几年成龙主演的动作片逐渐失去票房号召力，口碑也大不如前，有网友称传说口碑票房走低早有迹可循。首先要说成龙年龄毕竟已经70岁，还依然活跃在动作片领域，坚持实拍拼命的敬业态度确实令人敬佩，但毕竟身体机能大不如前。另外，成龙主演的一些电影题材有些重复老旧，动作设计没有新意，对于动作与技术的结合又不彻底，能接得住成龙对手戏的年轻演员暂时还没有，所以失去了很多年轻观众的市场，他的大荧幕信用也逐渐被透支。有观众形容童年的动作偶像逐步崩塌，看大哥这么大岁数还在拼老命打斗，心疼又心酸。成龙主演电影《龙马精神》2023年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映后交流会时，曾被学生委婉提出要现场退票，就已经看出口碑下滑疲势。话说回来，抓娃娃这部电影还没正式上映就已经火得不行了，沈腾、马丽这对喜剧 CP 一出场，观众们就跟打了鸡血似的，都等着看好戏上演。抓娃娃点映后票房直接飙到6400万，速度堪比火箭，而且上涨趋势还有望更快。等片子正式上映，票房还爆炸已经是可想而知的了。业内人士都在摩拳擦掌，看看能不能创个新纪录出来。看过首播点映的观众更是对这部片子赞不绝口，笑到肚子疼，全程无尿点，比独行月球更好看等赞誉不绝于耳。许多观众表示，抓娃娃不仅延续了沈腾和马丽一贯的爆笑风格，更在喜剧外壳下包裹着温情和感动，笑中带泪却不刻意煽情，是一部难得的佳作。更有不少网友大胆预测，抓娃娃将成为今年暑期档第一部票房突破30亿的电影，甚至有可能创造更高的票房纪录。说到这儿，小蛙不得不感叹一下，这电影圈可真是风云变化啊！成龙、唐季礼这些老前辈好像遇到瓶颈了，使出浑身解数也撼动不了票房，反倒是沈腾、马丽这些演员一个劲儿的往上冲，票房成绩一个比一个亮眼。看来现在的观众口味变了，不光看演员名气，还要看剧情新不新鲜，创意够不够惊艳。就跟吃火锅一样，光有好食材不够，还得有好汤底才行。有人说，沈腾加马丽神马组合再次合体，闫飞加彭大魔编导，这4位的结合就是开心麻花品牌的天团组合，也是目前内地喜剧圈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王炸组合。2015年正是由他们4人联手的《夏洛特烦恼》以14.44亿的票房为开心麻花品牌打下坚实的基础。2018年暑期档的《西红柿首富》虽然马丽缺席，仍以25.47亿票房排进当年票房第4，两部电影也令沈腾坐稳内地喜剧片1号的交椅。但仔细想想，这片子真的能让开心麻花起死回生吗？2015年一部《夏洛特烦恼》让开心麻花声名鹊起，低成本电影竟然卖到了14.44亿的票房，简直是神话。那时候开心麻花就是喜剧界的新星，沈腾和马丽的神马组合更是火得不行，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喜剧界的黄金搭档。可是啊，好景不长，开心麻花的路似乎越走越窄了。你看看驴得水那时候口碑还不错，但到了羞羞的铁拳、西红柿首富，虽然票房挺好，口碑就一般了。再到理查的姑妈，口碑简直是滑到了谷底。虽然半个喜剧之类的电影想挽回点面子，但大家都觉得开心麻花已经贴上了低分高票房的标签。这回抓娃娃火了一把，看起来是给开心麻花续了命。但说实话，这电影的成功多半还是靠神马组合的明星效应和暑期档的好时机。说到电影本身的质量，跟开心麻花早期的作品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也许开心麻花已经有点忘记初心了。当初《夏洛特烦恼》热映时，大家是真心喜欢他们的作品，现在却感觉他们好像掉进了追求票房、忽视质量的坑里。那个让我们捧腹大笑、心心念念的喜剧品牌，现在似乎已经变了味。开心麻花要想重拾旧日的荣光，得回归初心，好好打磨剧本才行，别总是依赖明星来撑场面，得用精彩的故事来吸引观众。小阿真心希望开心麻花能找回自己的定位，多拍些让观众喜欢的喜剧片，毕竟他们曾经是我们心目中的喜剧之王，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欢乐。除了传说和抓娃娃之外，今年暑期档还有不少值得期待的影片，灾难片《龙卷风》、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守护》、奇幻片《一人之下》等都备受关注，每一部作品都各具特色，相信总有一款能够满足你的观影需求。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可谓是百花齐放，竞争激烈，
每一部影片都承载着电影人的心血和期待，也期待着能够在暑期档这片热土上取得优异的成绩。究竟哪部影片能够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暑期档的最大赢家？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订阅小蛙的频道。